住！别跑！救命啊！救命啊！娘的，别跑！不要干什么！我没钱。我们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命！多说什么话？赶紧处理掉！别过来！你们放开死了吗？死透了。拿着信物就可以回去交差了。娘的，大户人家的钱就是好赚，弄死一个小娘头能得这么多银子。可惜这小娘头就跟纸糊的一样，弄弄就死了。老子刚来点兴致，跟竹竿似的，有什么好玩的？得了银子，翠仙楼的头牌还不够你快活的？也是也是，咱们快去领赏。这姑娘到底得罪了什么人，竟被活活折磨成这个样子？不归人家，使者应该有不少钱吧？得罪了。这俩贼人还真是什么都没留下。大约是那两个贼人撕扯衣服太急，没发现这东西掉了。这破败不堪的身子，竟然是这样的身份。当年别人告诉我你们娘俩已经死在那场灾难里，我一直不相信。苦苦寻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们了。没想到这倒霉女子竟然是当今吏部尚书原配所生。信上说她刚出生就随生母流落在外，最近才被发现。尚书府接她入京，半路却被暗算了。这意味着尚书府的人可能根本没见过她。吏部尚书李啸，邢阁老的倒插门女婿，5年了，乔家73口人的冤魂，终于让我等到你这道裂缝。怎么不甘心？姑娘，我借你身份，不是求富贵，是求活路。5年了，我乔家73口人的冤魂还在天上看着，我必须为他们伸冤。你认不回的爹，我替你认；害死你的人，我定让他血债血偿。我就当你同意了，下辈子投胎找个好人家吧。李景霜，不得了！乔三娘的船着火了，快救火！快呀！救什么救？那种女人死就死了。他们这些鸡子，整天勾搭不三不四的男人上船，出事是迟早的。死得好，整天在江边晃来晃去，都怕偷带坏自家财。主子，乔三娘烧死了！乔三娘已经烧死了。从今往后，我是吏部尚书府
嫡长女李锦霜。你是李锦霜？是。我虽不清楚李锦霜的过往，可李尚书当年的事，在京城却是人尽皆知。当年穷酸举子李潇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丞相之女邢小姐对风流倜傥的状元郎一见钟情，非君不嫁。状元郎当年婉拒了这门美意。在下家乡已有未婚妻，李某对其情深意重，还望大人不要强人所难。就在状元郎回乡成亲前，当地突发水灾，消息传来，说他的未婚妻死于非命。那之后，状元郎终日消沉悲痛，全靠邢小姐一直陪在身旁，温存小意，体贴入微。状元郎最终大受感动，娶了邢小姐为妻，成了当年全京城人人称道的一段佳话。可如今看来，未婚妻当年没死，还生下了李潇的长女李锦霜。作为后来者，邢氏怎能不慌？那封信警告过李锦霜，说邢氏派的人是来杀她的。小姑娘虽提前出发，却还是没躲过。一定是接人的人扑了空，邢氏才又雇人暗杀。这豪门恩怨，丝毫不逊江湖险恶。如今世道乱，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李锦霜？我派去接你的婆子，可是扑了个空呢。看来尚书府果然无人见过真正的李锦霜。禀夫人，我也不知，只是娘病危之际才告诉了我身世。我办完丧事后便动身进京了，并不知夫人派人来接的事。李锦霜的娘已经病死，死无对证。既然是她临死前托付给李潇的，我绝不会把那封信的内容透底给邢氏。你一个小姑娘独自上京，路上没遇到什么人吗？遇到了。哦，本来偶遇一个女子和我同行，吃住一处，情同姐妹，谁知她竟是个骗子。她偷了我的衣服、盘缠还有信物，直接消失不见了。我几乎是一路乞讨进京的。看来她信了，心里指不定怎么恨那两个杀错了人的贼人呢。哎呀，这一路也是不容易，真是委屈你了。邢氏还好糊弄，最难办的是李潇。李锦霜的娘是他青梅竹马，若问起过往，极易露馅。你就是双儿？我跟李锦霜没什么共同之处，唯独皮肤都白皙。一个小地方长大的女孩，初来尚书府，面对从未谋面的生父，怎么能太过主动热情？这些年，你们母女过得可好？尚可，只是娘，她过去了。她可曾向你提起过我？娘从前只说爹病故了，从未提起，只是临终前才忽然告知我的身世，让我来寻你。我对他们的过往一无所知，怕多说多错，只好赌一赌。你娘的性子还是那样要强，终究是我对不住的。果然，李锦霜的娘独自带着女儿，10几年从未联络过她，一定是个有气性的女子。这次我又赌对了。既然今日父女好不容易团聚，老爷也莫要太悲伤了，还是赶紧安顿了双儿要紧。夫人说的有理。双儿，既然你来了，尚书府日后就是你的家。事到如今，还没听你叫声爹呢。女儿拜见爹，这声爹叫出去，我就彻底坐实了这个身份。
去把真儿叫来，让她们姐妹见见。真儿，快来见过你的长姐。李锦霜没出现前，李云珍才是嫡长女，现在不仅凭空多出个姐姐，还是长姐而非庶姐，他们怎么可能答应？老爷，这恐怕不妥吧？双儿虽年长些，但毕竟他娘当年名分未定。此事我已考虑许久，我欲将双儿的娘亲抬为平妻，如此双儿便是名正言顺的嫡女。反正她人已死去，对你并无利害，不过是个虚名。老爷，这如何使得？如何使不得？当年若我知道她还活着，她才是我的正妻。虽未拜堂，但媒聘已过，礼数已全。这平妻之位是我欠他们母女的。可是夫人向来贤良淑德，定不会让为夫难做。往后你更要将双儿视如亲生，此事不必在意，就这么定了。没想到混迹官场多年的李尚书还是个痴情种子，怪不得邢氏一心想要除掉这个李锦霜。拜这个亲爹所赐，我以后的日子怕是更难过了。为了补偿双儿母女，我决定为双儿办一场隆重的接风宴。到那时，我会向全京城的豪门正式引荐，你就是我尚书府的嫡长女。谢爹爹成全。看来这场接风宴注定不会那么简单，那邢氏和李云珍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走着瞧吧。当天，邢氏就安排我住进了府里最好的院子之一，仅次于他的正院。小姐，这是夫人特意吩咐绣房赶制衣裳头头，您试试合不合身？不合身，我们即刻叫绣房的人来改。有劳嬷嬷了，你们先退下吧。他大概真的以为我是个没见过世面、一路乞讨进京的草芥，给点荣华富贵就晕了头，会乖乖做他手里的靶子，做他挡后宅闲话的断牌，等没用了，随手就能捏死。他越这么想，我就越安全。人前那套温顺怯懦、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演得来。我不仅要在这吃人的地方稳稳活下去，还要把这个李锦霜的身份牢牢焊在自己身上。只有攥住这个身份，我才有机会查清当年的事，还有机会给乔家满门，给所有枉死的人讨回一个公道。我没有退路，从我顶替李锦霜的名字靠近这尚书府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只能往前走，一步都不能错。他的后手，我等的就是这尚书府的后宅，困不住我。从此，世上再无乡野孤女乔三娘，只有尚书府的李锦霜。乔某一生光明磊落，邢阁老构陷忠良，必遭天谴。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孩子，他才6岁。邢阁老有令，乔氏满门一个不留，搜！黄泉路上，和你的家人团聚吧。
人都跑哪儿去了？深更半夜，竟连个应门的都没有。这么大的动静都没人来，看来今夜行事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行事还真自信，以为我今夜逃不掉，连样子都不避讳了。托行事的福，下人都被他遣走了，这一路竟畅通无阻。今夜只是开始，邢家欠我的血债，我定要千倍万倍讨回来。听说了吗？昨晚进贼了，死得可惨了，脑袋破个大洞，血都流干了。那贼人脸被我划得血肉模糊，根本认不出是谁。瞧这脸，定是想翻墙跌下来，摔破了头，又划花了脸。是。昨夜是贼人擅闯，为保府中女眷名声，谁也不许外传，违者严惩。这事漏洞百出，他也只能这样遮掩。春桃，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风大迷了眼睛。小姐，小姐，春桃，你要干什么？你这个坏人，杀了我哥，我要你给他偿命！那个死掉的贼人是你哥，你还装？你哥为什么会做贼？又为何冤枉是我杀的？你少装蒜！我哥那夜明明潜入你的房内，第二日便死了，不是你杀的还有谁？我哥死了，我们全家都没指望了，我要和你同归于尽！难道是你和你哥串通好了？你知道谋害主子是什么罪过吗？是主子要除掉你，我们也只是照吩咐做事，只是没想到你这样心狠手辣，真可笑。他可以心安理得害我，却不能容忍我反击。傻春桃，我一个弱女子，手无缚鸡之力，哪里杀得了一个大男人？其实我爹一直派人在暗中保护我，你哥想必是被那些暗卫杀的。什么？我猜爹知道了是你哥，为了掩盖家丑，这才毁了他的脸。这也是在给你和你家人一个机会。可今夜你又来行刺，若是给爹知道了，你觉得你全家还能活吗？暗卫的事只有爹、夫人和我清楚，只是我实在想不通，指使你来送死的那个主子到底是谁？夫人也知道有暗卫。你说的主子不会是……他明明知道有暗卫，为什么还让我？为什么？你今夜冒险来杀我，也是他在那儿挑唆怂恿的吧？看来是被我说中了。春桃，你还没看清吗？我虽是爹的女儿，可其实和你是一样的人，身不由己，任人摆布。我们的性命在那位夫人眼里何曾值过1钱银子？我猜
你不过是他用来试探我和爹的一件工具罢了，只是可惜了你哥死得不明不白。很好，我身边不再全是行事的人了。双儿姑娘，这些衣服我们小姐虽只穿过1、2次，但无论料子还是样式，在京城那是1等1的。这些东西寻常人家一辈子也穿不起，你可千万别嫌弃。谢谢妹妹了。哼，妹妹，你也配叫我妹妹？有些人真是自不量力，看爹爹给了2分好脸色，就真把自己当盘菜，蹬鼻子上脸起来了。行了，别一副上不得台面的样子，今儿个让你开开眼。还有些首饰，你也一并试了吧。这副头面漂亮吗？漂亮，只是妹妹，这样的东西我可销售不起。销售？你以为我要送给你吗？真是痴心妄想，也不照照镜子看自己配不配。我不过是拿出来给你看看，让你记清楚，你这乡下丫头跟我这个真正的尚书府大小姐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云泥之别。妹妹说笑了，你的东西我怎么会觊觎呢？该是我的，爹爹自然会给我的。滚！把这些破衣烂衫都给他抬到院里去。这阵仗闹得越大越好，最好让全府的人都知道我拿了他的东西。爹，你要为女儿做主啊！我今日本是一片好意，想着姐姐初来乍到，送几件衣服给她。可是姐姐却偏偏看中了我那副红宝阵头面，爱不释手。那可是女儿的心爱之物，女儿当时就婉拒了，送了其他首饰代替。可姐姐走后，那副头面就没了，丫头婆子翻遍了整个院子都没有找到。爹，女儿实在没办法，这才请了您和娘过来。你的意思是，若是寻常首饰，送给姐姐也无妨，谁叫我们是亲姐妹呢？可是这副头面，是那年入宫太后她老人家赏的，求姐姐还给我。你要其他的，妹妹都可以给你。杀我不成，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毁我在李潇心中的形象。双儿，若是你真喜欢，大可跟母亲直说。可这御赐之物非同小可，若是丢了，咱们全家都要担罪责的。我没有，妹妹爹，你们信我，我真的没有拿。老爷，奴婢亲眼瞧见双儿姑娘白日里对着那头面爱不释手，看了许久都不肯挪眼。是啊，老爷，双儿姑娘走的时候袖子沉甸甸的，奴婢当时就觉得奇怪。双儿，你说实话，果真不是你？爹，我虽出身贫寒，但娘的教导一句不敢忘。我纵有千般不是，也绝不会做那偷鸡摸狗、有辱清白的事。既然如此，不妨派人去双儿屋里找一找，若是没有，也好还双儿一个清白。胡说！若是搜屋，岂不是毁了双儿的名声？双儿不怕，爹，让他们搜吧。女儿没做过，不怕他们搜出来，只求爹还女儿一个清白。老爷，您看双儿都这么说了，若不搜一搜，这贼名怕是要跟他一辈子了。罢了，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去，给本夫人翻个底朝天！李潇的贫寒曾是那些京城权贵攻击他的软肋，那时的他百口莫辩，受尽羞辱。若非同窗想救，早就断了仕途。如今他贵为尚书，当年的无助早已烙进骨子里，
我今日这番惨态，就是在他的伤疤上撒盐。老爷，既然没搜着，便是下人办事不力，真儿是急糊涂了。您看双儿这不也没事儿吗？大不了妾身再陪他几件。孽障，你还敢说是误会？我看你分明是心肠歹毒，别有用心。爹，你打我！你为了这个乡下妇女打我！老爷，你疯了！为了这么一个不知来历的野丫头，你竟然当众掌握真儿，这可是你看着长大的亲骨肉啊！不知来历，野丫头，你总算肯说心里话了。在你眼里，双儿是乡巴佬，是不知来历的贱民。可你别忘了，我李潇当年回乡成亲之前，也和他一样是个穷酸举子。你若羞辱他，便是羞辱我。自始至终，就从未看起过我们父女。老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不必再说了，来人！因再也信不过邢氏和李云珍，爹专门派了心腹来伺候我。小姐，求您别赶奴婢走，夫人已经起疑了，奴婢若回了正房，定活不过今晚，求小姐怜悯。邢氏虽然盯得紧，却不敢在爹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这次他们母女赔了名声，又丢了御赐头面，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赏你的，拿去给你哥哥办场像样的丧事吧，也算我的一点心意。谢小姐恩典，奴婢这条命以后就是小姐的，定为您肝脑。曾经想要杀我的人，我怎敢留在身边？拿着吧，这东西富贵，可别让人瞧见了。这红宝石是考验，也是鱼饵。你若不贪心就罢，若是贪心，也就怪不得我了。是她，是双儿姑娘拿了红宝做头面，这个就是她赏给奴婢的。好啊，贼赃俱在，看他还有什么话说。我就知道是那小人偷的，把他抓起来，送官问审。夫人，妹妹，这是怎么了？春桃都招了，你拿御赐之物打赏下人，真是好大的手笔。爹，若真是我拿的，我怎么会蠢到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去赏下人呢？夫人，妹妹，若是你们非要我走，直说便是，为何就是不肯信我，非要一次次毁我清白呢？是啊，谁会把御赐红宝石随便给人？这怕是栽赃吧？哪有这么蠢？够了！把这个吃里扒外的春桃送官审问，定要查清这宝石到底哪儿来的。若是送了官儿，春桃受不住刑，我让他害李锦霜的事就全完了。慢着，老爷，这种家丑怎能外传？没得丢了尚书府的颜面。这贱婢监守自盗，还敢攀污主子，给本夫人拖出去，乱棍活活打死！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啊。春桃一家两兄妹就此全丧在邢氏手中。夫人，日后若是再随意诬陷双儿，那就别怪潍坊一查到底了。经此一战，我不仅换了身边的人，还白得了一副红宝人头面。邢氏母女千方百计阻挠，终究没挡住这场接风宴。云珍，这就是那个乡下来的丫头，她居然也有脸让你叫她长姐？瞧她那个样子，站在这儿都嫌寒酸，怕是给你提鞋都不配。听说她娘当年是未婚先孕才生下的她，一个私生女，凭什么做尚书府的嫡长女？哎呀，你们别这么说，姐姐初来乍到也是不容易。真是，云珍，你就是太善良了，别人都箭都骑到你头上来了，你还替她说什么好话？就是，要我说，这野丫头就是看上你爹的身份，才上赶着来认亲，说不定就是盯上了你家的财产。对，我不信10几年没见过面，
他能有对尚书大人什么真感情？好了，姐姐们小点声，七老夫人在那边呢。听见了才好呢。七老夫人是京兆尹陆大人的生母，咱们京中女眷都以七老夫人为首，说不定老夫人还能给你打抱不平呢。姐姐她流落乡野10几年，这一切本就是她的，就算把我现在有的一切都还给姐姐，我也愿意。只希望能弥补姐姐这些年受过的苦。邢妹妹，你可是李尚书明媒正娶的妻子，如今他要立一个死去的女人为平妻，这不明摆着打你的脸吗？李尚书也是糊涂，让一个私生女做嫡长女，这心偏的没边儿了，也不怕寒了邢家的心，想用舆论逼我爹改主意。可惜我不是那个腼腆怯弱的李锦霜，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一样的厚颜无耻。我的衣服，我的脸！大胆！平日里你在府中作威作福也就罢了，今日来的都是贵客，你怎么敢如此放肆？我不许你们这样说我的，娘亲！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娘亲不知廉耻，还没成亲就怀了你这个野种。看你现在这副泼妇做派，就知道你娘生前是个什么样的浪荡货色。尚书府的大小姐怎么说话如此不堪入耳？骂吧，你骂得越狠，待会儿脸丢得越痛。谁说双儿的娘是未婚先孕？当年李某入京赶考在即，与双儿的娘亲匆忙拜了堂，虽然仪式简陋，但高堂在上，媒证俱全。我李某虽是读书人出身，但也懂礼义廉耻，怎会做那种苟且之事？原本我想等高中后回乡补办婚礼，谁知突遭水灾。听到噩耗，我心灰意冷，未再深查。后来娶了夫人，我不忍让她受委屈做继室，才谎称当初并未拜堂。可事实是他们母女没死，生生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甚至没能见她娘最后一面。我想把属于女儿的名分还给她，以慰亡灵。谁知因为我的这点私心，竟让双儿在自家府上遭受这样的羞辱和委屈。原来李尚书早就拜过堂了，那行事哪是正室啊？这分明是续弦继室。这乡下丫头才是正儿八经的原配嫡长女。李尚书护女的决心可真大，死无对证的事，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丫头，受苦了。刚才你勇敢维护娘亲名声，不惧威压，你娘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更难得的是，你这孩子定是早就知道真相，却顾及后母和妹妹的脸面，一直不肯说出来，这是对长辈的敬重。你虽出身寒微，却人品贵重，比那些只会捕风捉影、嘴下不积德的人强出100倍。云珍，你怎么不早说？你爹早就跟原配拜过堂了。就是，害我刚才为你打抱不平，结果自己惹了一身糟。原本想看我笑话，谁知一场宴会下来，我反倒成了货真价实的嫡长女。李云珍，你这亏吃的可真大。听说了吗？那尚书府接回来的其实是原配嫡长女，那邢夫人只是个继室。那姑娘接风宴上为了维护生母名声那股劲儿，真是有李大人当年的风范啊！双儿，爹如今一定要亲自过目，绝不让你下半辈子受半点委屈。我的内心不禁暗暗替死去的李锦霜惋惜，享受这份慈父之心的本该是他，现在的形势怕是恨我入骨。他成了继室，甚至连亲生女儿的婚事都要让我先挑。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是谁？乡下来的小丫头哪来这么多心机？真正的李锦霜早就死了，你不过是个冒牌货。我不懂夫人在说什么，我活得好好的，夫人为何要咒我死？放心，我不会揭穿你，但能揭穿你的人马上就来了。到那时候，让你的好爹爹亲自看看你的真面目，你说他会不会恨得揭下你一层皮来？能揭穿你的人马上就来了。大姑娘，老爷请您快去正厅，说是您的外祖母冷老太太到了，正跟老爷叙旧呢。什么？竟然是冷氏，当年亲手将李锦霜抚养长大的人，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双儿，还不快来见过外祖母？是他，我当初主动找上门，坦白了李锦霜死讯的那个老太太，她认得我，她知道我不是李锦霜，这可怎么办？双儿，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不认识外祖母了？老爷，您瞧瞧，这亲祖孙见面，怎么像见了不认识的人一样？难道这里头真有什么蹊跷不成？外祖母，双儿这还是在和老婆子置气，不肯理睬我呢。他居然认了我。冷氏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姑爷恕罪，当年他娘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拼命生下双儿，可谁知一打听，却得知姑爷已经在京城娶了新人。他娘说这辈子也不愿和姑爷相认，老婆子心里是怪姑爷无情的，所以当这孩子说要进京寻父时，老婆子说什么也不肯放人，为此起了争执，我还狠心动了手打了他。这些事大约是真的发生在那可怜的李锦霜身上，才让冷氏说得如此锥心刺骨。可这孩子和他娘一样倔，一声不吭就背着行李走了。老婆子这些日子茶饭不思，直到上月收到府上的信，说双儿平安到了，我这才没命的赶过来瞧瞧。姑爷，这孩子苦啊，从小就跟着我和他娘下地缝补浆洗，样样都干。如今看他总算认祖归宗，过上了好日子，他娘若泉下有知，也能瞑目了。老人家这应变和演技，真是救了我的命。李锦霜已经死了，我要顶替他去京城，找害了他的人报仇。你滚！是你害死了我的双儿！外祖母，双儿以为您这辈子都不认我了。娘，你放心，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如今双儿是我府上的嫡长女，前途由我亲自操筹。您也别走了，留在尚书府，让我也尽一尽孝，给您养老。行事大费周知请人来，没想到不仅没揭穿我，反而给我请回了一位活祖宗。那倒不必，我那苦命的女儿都不在了，老婆子也不想沾这尚书府的光。我这把老骨头大老远跑来，只是担心双儿，怕她在这高层大院里受人欺负。娘，您放宽心，只要有我在，这府里无人敢动双儿一根手毛。哼，我看未必。
去接我的那婆子，话里话外竟透着双儿是冒名顶替的意思。若非如此，老婆子何至于这般不顾路途遥远的赶来？老爷，不是我，想是传话的人没交代清楚，老太太她一定是误会了。最好是这样。为何要帮我？本不想帮的，可我的亲孙女已经死了，就算只认了你，她也活不过来。那样做，除了白白便宜邢氏母女，还有什么用？留下你，哪怕只是给他们添堵，也是值得的。你信我的话？你真的觉得一切都是邢氏干的？老婆子活了一辈子，看人还是有些本事的。你那天主动来找我说双儿已死，可见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再看那邢氏，一脸刁钻刻薄，若非他亲手害的人，他怎会如此笃定双儿已死，非要请我去揭穿你？他不仅害死我孙女，就连双儿的娘，当年恐怕也是他一手害的。为何这样说？可有证据？老婆子也只是猜测的罢了。他竟真的认下我这个冒牌货，帮我瞒住了所有事。他虽不满意我冒用李锦霜的身份，但是又和我有同一个仇人。老爷，妾身这次是真心悔过了。前2日回娘家，爹娘都严厉责备过我，说我没有容人之量，实在有辱邢家门风。爹娘想借这个机会，请双儿去郊外的别院散散心，见上一面。以后她就和真儿一样，也是邢家的外孙女，在京城也多一份依仗。双儿，你外祖母家一番心意，你可愿意往别院走一趟？邢阁老一家害了双儿母女，怎会一丝突然认亲？郊外别院是邢家给我挖的坟，李尚书靠邢阁老一路提携，他终究不好太服了他岳父的面子。去了也好，正好去看看那位害我满门的邢阁老。全凭爹爹做主，女儿听爹爹的安排便是。周围太静了，不对劲，有问题。果然要置我于死地。嘿嘿嘿嘿嘿，娘的，上次出了岔子，这回绝不让他跑了。是虐杀李锦霜的那2个贼人。这身段倒是丰满，比上次那个瘦麻杆强了不知多少倍。弄死之前，先让老子快活快活。主家这次发话了，随咱们哥俩怎么折腾，只要弄死就行，既能爽一把，还能再赚一笔。世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哎呦，2位大哥，做什么这样凶神恶煞的？可把奴家吓坏了。这大户人家的小姐，怎么像楼里的姑娘一样，有这等风情？别提了，从前哪里知道亲爹是京里的大官，那时世道艰难。一个弱女子想活命，也只能倚门卖绣，做那等下等营生。还当是什么贞洁烈女，原来是个千人睡万人长的货色。要是给你爹知道他宝贝女儿是这种烂货，那才真有趣。大哥嘴下留情，只盼今日将2位伺候舒坦了，能给小女子留条活路。若我平安回去，日后定有重谢。想杀人灭口，做梦！真是个骚浪货，这么急着送死！哎呀，2位大哥也太心急了点儿。
想占我乔三娘的便宜，真是活腻歪了。留着你们还有大用。放倒一匹马的伎俩，够你们睡个好觉了。当初进京，我在这儿躲过风雨。李锦霜，在这儿送他们上路，你觉得如何？醒了，两位大哥，若想少受些皮肉罪，接下来就要实话实说。臭婊子，你敢阴老子，快放我下来，否则等老子落地，非把你皮扒了不可！骂一句我就割一块，这种活包的法子，我跟江湖上的狠人学了不少，咱们慢慢试。求姑娘饶命！我说，我全说。当初那个叫李锦霜的小姑娘，是不是也这样求你们的？姑娘，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要买她的命，我们这种混江湖的，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这是规矩啊。有人买她的命，可没人让你们折磨羞辱她，她还是个孩子。是他，姑娘，都是他干的。老子对那种瘦骨清廉的麻秆根本没兴趣，是这个畜生，他见到是个母的就管不住当下那点事儿。你放屁！你个狗杂碎竟敢卖我！老子那是玩玩，可最后掐死他的分明是你！打够了吗？行，既然都说是对方干的，那今天谁先说实话，谁就先解脱。是一位大户人家的老嬷嬷，她通过中间人找到我们哥俩，给了重金，让我们杀了李锦。我们按主家的指引，一路摸到了他老家，亲眼盯着他背着行李出门，跟着他坐车搭船，等确定他身边真的没一个帮手了，我们才在芦苇荡动的手。可谁知道，钱拿到手没几天，中间人就找上门，说我们杀错了人。主家大发雷霆，还逼我们退钱。吃进去的银子哪有吐出来的道理？我们跟主家据理力争，说那是咱们哥俩亲自证实的身份，绝不可能出错。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姑娘，求您放了我们吧。主家那边原本消停了好一阵子，可前些日子那边又通过中间人出了大笔银子，说是让我们将功补过，再杀一次。我们哥俩还以为又能发一笔横财，这才跟着马车过来，谁成想竟然栽在你手里。原来如此，难怪行事能查出我身份有诈，甚至大费周折请来冷士。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两个畜生没死透。供词都在这儿了，你们说的都是实话，可敢签字画押？敢！只要姑娘肯大发慈悲放了我们，让我们去公堂作证都行。对，只要您饶命，让我们干什么都成。横竖你这一身都是血，倒省了印契的钱。画押也签了，您大人有大量，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你骗我们！你说过说实话就放人的，你这个魔鬼！我何时骗过你们？我说过，谁说实话谁解脱。他现在不必再受这寡肉之痛，不必再受这酷刑煎熬，难道不是解脱了吗？杀他是给你提个醒，日后我要用你的时候，最好乖乖听话，别耍那些没用的小心思。李锦霜，我没有食言，那个折辱你的禽兽已经死在我手里了。虽然他不是真正的元凶，但我们慢慢来，这个仇我定会替你讨回来。老爷，妾身真的尽力了。出门的时候，是双儿自己倔强，说什么也不肯跟我们母女同乘一辆马车。谁成想
路遇匪土突袭，我们母女拼死勉强逃脱。回头再找时，双儿的马车早就没影了。他是死是活，妾身是真的不知道啊。这么巧，偏生是你带他出门的时候出的事，且你们母女都安然逃脱了，独独双儿一人落在匪徒手中。夫人，你当我是傻子吗？老爷，这话真是杀人诛心啊！你的意思是我故意害双儿？证据呢？拿证据出来！自打这丫头回来，老爷看我和真儿便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你居然敢威胁我！老爷心中只有那前妻和前妻生的女儿，丝毫不把我们这10几年的情分放眼里。你这般作践我们母女，你对得起我，对得起背后的邢家吗？爹，我回来了。不，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回来？夫人，什么不可能？难道夫人您是笃定了，我今晚绝对不能平安回来？母亲的意思是，匪土竟然劫持了你，你怎么可能好端端的回来？张姐，你这副样子，该不会是已经被那些匪徒毁了清白失真了？打得好算盘，只要把失真的帽子扣死，就算我活着回来，这辈子也彻底毁了。哎呀，我可怜的双儿啊，这可受了多少罪呀！那些天杀的匪徒定是毁了你的清白，你一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以后可怎么活啊？等等，夫人、妹妹，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哪有什么匪土？我不过是乘车时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在荒郊野外，车夫也不知去向。我等了许久，不见夫人和妹妹回来寻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驾车回来。因不太认路，这才耽搁了，让爹爹担心了。我本想回来问问夫人，为何将我一人丢在荒山野井？可一进门，你们竟一口咬定我遇到了匪土。难道夫人和妹妹未卜先知？还是说你们背地里早就知道些什么不成？夫人，你给我好好解释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爹，您当真要为了这丫头的一面之词，就这样难问亲生骨肉和发妻吗？娘说的没错，您眼里根本没有我们母女，更没有背后的邢家。又抬出邢家来压人，看来他们母女是真的黔驴技穷，只剩下这点撒泼的本事了。够了！双儿既然平安归来，其他事明日再说。来人，扶夫人和小姐下去休息。双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双儿，你受伤了，大夫，快传大夫！爹，您放心，这不是我的血，可邢氏母女勾结匪徒，想要置我于死地，却是千真万确。邢氏，爹，现在去没有真凭实据，他只需抵死不认，您又能如何？况且他背后有邢家撑腰，倒是一句内宅之争，这件事就会不了了之。爹，您告诉我，您是真的想给我报仇吗？那是自然，你是我和你娘的孩子，我已经对不起她，绝不会再对不起你。哪怕邢氏为此身败名裂。曹嬷嬷，你怎么会在这里？就是他，就是这个老伯伯跟咱们接的头。永行，打到他说实话为止。是夫人让奴婢去灭口的。夫人，快跑！夫人，
杀了人，难道还想逃脱不可？几次杀你都杀不死，你还真是个命硬的贱种！夫人，这是当着满天神佛承认买凶杀人了？承认又怎样？你报官啊，去告啊！我背后有整个邢家撑腰。李潇那个人最是趋利避害，他靠着我邢家才有今天，他敢动我一根毫毛。况且你现在不是还活着吗？我顶多去家庙住上几年，避避风头。难不成李潇那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还会为了你这么个野种，跟我整个邢家作对？是吗？那咱们就看看爹到底会怎么选。夫人，杀人灭口这种事你做的驾轻就熟，可当年为了嫁给我爹，你暗算我娘那些旧账，如今也该一笔一笔说道了。你胡说八道！当年的事儿与我何干？是他自己命薄没福气，凭什么怪到我头上？这封信是你当年亲笔写的吧？威胁我娘离开我爹，否则就要动用丞相府的势力毁了他的前途。这信送出去没多久，家乡就遭了水灾。外祖母告诉我，当年我娘本已跟着李家亲族搬到了高处，可半道上却不知被谁猛地推下了洪水。在这荒郊野岭洪水滔天的时候被人推下去，这未免也太巧了吧！我娘怀着身孕落水，本是九死一生，幸而得好心人救起，这才死里逃生。为了保全我的性命，她隐姓埋名数十年，从未跟我提过这些龌龊事。若不是外祖母整理遗物发现了这一封信，我还真以为你这位尚书夫人是什么贤良淑德的贵女呢。原来是这样，果然是她！你娘确实是个聪明的，躲了这么多年才保住你们母女的一条贱命。可她千不该万不该，临死前还要犯这种蠢。是她亲手把你送到李家来的，是她把你送上了死路。要怪就怪你那个异想天开的娘，怪不得我。你承认了？你本该学学她，在那穷乡僻壤隐姓埋名一辈子，非要到我面前来犯贱。你这种地缝里的贱民，拿什么跟我斗？毒妇，难道连我也斗不过你吗？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知道你是嫉妒双儿，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年他遇险失踪，竟然也是你这手造成的。邢氏，你毁了我一生，毁了他一生啊！邢氏，我休了你，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休书，事到如今，他竟然还存着一丝不忍，只想把他赶走。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李尚书，我得帮你下这最后一把狠心。李尚书，刚才听了这么久，你心里早就怀疑了，对吗？只是你一直不敢承认，怕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你到底是谁？我不是你的女儿，真正的李锦霜早就被邢氏派去的那2个畜生杀了，而我在他临死前答应过，要顶替他的身份，替他报仇。你为何现在才说？若是我一早便说，您会信我一个路人的话，恐怕我早就被赶出尚书府灭口了。若非今夜亲耳听到邢氏承认，您这辈子都不会相信他有这么毒。毒妇，你还我女儿命来！我要你的命！李大人，快住手！陆大人，你怎么会在此处？昨日收到李大姑娘状书，说今日有一桩血案要昭雪，特请本官来做个见证。刚才邢氏亲口承认买凶杀人、构陷原配的话，本官听得一清二楚，已命随从全部记录在案。
此案已由京兆尹接手，本官必定会将他绳之以法，请李大人莫要感情用事，私设公堂，触犯律法。是你早就安排好了。此次我孤注一掷，是为李锦霜报仇。为了这一天，我怎么可能将所有的宝都压在李大人您一个人身上呢？万一大人到时候心慈手软，为了邢家或是为了自己的官声而纵了这毒妇，李姑娘的血海深仇，岂非这辈子都报不成了？带走，关进京兆尹大牢，严加看管。快点走！得罪了李尚书还想活命？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这儿发了癔症，送去家庙静养吧，终生不得回京。万事已毕，小女子这便向李大人辞行。你到底是谁？我不过是个路见不平的普通女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罢了。不对，此时回想你入府后的所有筹划，周密老练，步步为营，甚至对京城的人情世故、人心拿捏如此精准，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香艳女子。你到底藏着什么身份？李大人可还记得当初你被诬陷偷了银子，那个拼死为你澄清的同窗吗？乔泽明，乔兄，正是家父。那为何又要承认自己不是我的女儿？若是顶着双儿的身份，你日后便可无忧了。原本是有这个打算的，可后来才发现李大人对双儿母女一片真心，不是为了权势抛弃妻女之人，我于心不忍。况且我答应过双儿替他报仇，怎能一辈子冒名顶替，让他无法认祖归宗呢？乔兄的女儿果然大义，你像极了你父亲。你如今是罪犯家眷，京城定不会容下你，不如借此机会我帮你弄一个新身份，这样你便可名正言顺待在这里了。不敢连累李大人。无妨。乔兄当年救了我，你帮双儿报了仇，这样的恩情我这辈子还不起，你就当我为自己良心好过吧。我根本没打算离开京城，刚才几番试探，就是想借着当年的公情让李潇保下我。还好，他还是个念旧的。当年我父亲被牵扯进那桩冤案，全家老小被抄家流放，半路被行阁老派的人劫杀。你是他的那个小女儿，你居然还活着！活着，不过是毫无尊严的苟延残喘，被仇家卖入青楼，辗转成了最低贱的船娘，在那阴暗潮湿的花船上迎来送往。若不是为了给乔家留最后一口气，我早在那年家破人亡时便自我了断了。我本想顶替李锦霜入京报了仇便走，却没想到当年的密友、救命的恩人，竟是如今的李大人。为何不早说？乔兄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呢。这么多年我一直懊悔，我人微言轻，无法为他伸冤。若早知你是他的遗孤，我便是辞了这官位，也绝不会让你受这些苦。李大人见谅。自从父亲入狱身死，乔家彻底没落。这些年我见识了太多人情冷暖、尔虞我诈，在这吃人的京城，我谁都不敢信。终于还是来了。那时他忙于行事的命案，顾不上我，现在他回过神了。李大人，本官回衙后仔细查验了这陆氏，此物疑点颇多。若这位姑娘不是李锦霜，那她到底是谁？陆大人多虑了，实不相瞒，她是双儿在乡下的表妹，当初随双儿一同进京，途中偶遇歹徒，她亲眼目睹双儿被害，这才动了杀心，替姐报仇。可据本官所知，大人若是不信，大可派人去乡下调查。冷氏老太太尚在，她老人家总不会认错自家的孩子。哼！冷氏那边早已被爹安排妥当，这场死局终于彻底活了。
陆枫派去的探子无功而返，所有的证据都被抹除得干干净净。陆枫即便半信半疑，也只能作罢。有了光明的身份，我的眉头终于能舒展开了。传记乔三娘已死，如今站在这里的是李尚书的义女李如锦。再也不必回到那个噩梦般的过去，也不必再怕形势的加害了。下一步就是为乔家伸冤，这才是支持我活到现在的真正原因。星阁老，你等着，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